当地时间7月19号，南非总统办公室网站发布声明，南非已经确定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5次会晤形式，巴西、印度、中国和南非领导人将出席峰会。另外，南非与俄罗斯双方一致同意，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将代替俄总统普京出席。声明还表示，将在适当时机发布首脑峰会中探讨的实质性问题和其他外交政策问题的全面声明。南非国家领导人拉马福萨表示，相信这次金砖国家峰会将取得圆满成功。By mutual agreement between all BRICS member states, President Putin will not be attending the summit. However, Russia will be represented by its foreign minister, Minister Lavrov. 同一天，据俄罗斯卫星社报道，俄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普京将以视频连线方式全程出席金砖峰会。深圳卫视注意到，这已不是第一次拉夫罗夫代表普京出席国际多边会议。去年11月，普京未出席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代表他到场出席的人正是俄外长拉夫罗夫。佩斯科夫于当地时间2022年11月11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俄总统普京决定不参加 G20 峰会，是由于其日程安排和留在俄罗斯的需要。另外，在泰国曼谷举行的2022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也未见普京身影。俄罗斯方面是由第一副总理别洛乌索夫率团参加。外界关注到，普京也未在 G20 峰会和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发表线上视频讲话。俄罗斯方面可能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留在莫斯科统揽全局，可能是一个更加符合俄国利益的这样一个处置办法。那么同时，为了展示俄国对同发展中国家关系，尤其是同金砖国家友好合作关系的这样一个重视，那么采取以视频形式出席，同时派出全权代表外长拉夫罗夫参与会议，是无论是对于俄罗斯还是对于东道主南非来说，都是个更为稳妥的处置。值得注意的是，今年3月，国际刑事法院对普京发出了所谓逮捕令。美西方舆论声称，南非作为国际刑事法院的缔约国，有义务逮捕踏上南非国土的普京总统。还有舆论声称，有鉴于此，南非或将金砖峰会主办权一手交予他国主办。但南非总统府当时就驳斥了这类假消息。根据半岛电视台近日报道，拉马福萨在受访时强调，俄罗斯政府的态度已经很清楚，若国际刑事法庭在总统普京参加南非的金砖峰会期间将他逮捕，就是对俄罗斯的全面宣战，因此呼吁各国不要轻举妄动。但不止国际刑事法庭，南非最大反对党民主联盟也施压政府要借机逮捕普京。对此，拉马福萨批评民主联盟不负责任。他表示，冒着与俄罗斯交战的风险不符合我们的宪法。拉马福萨说，执行逮捕令可能威胁到国家安全、和平与秩序。基于这一事实，南非将争取国际刑事法院规则下的豁免。有观察指，拉马福萨邀请普京出席金砖峰会，承诺保障普京安全，并宣布对包括普京在内的与会者给予外交豁免权，确实做出了很大努力。尽管如此，普京决定不线下出席峰会，而是以视频方式参加，也是从峰会成功大局。大陆高校师生一行37人15号抵台展开交流参访行程，今天是赴台交流访问的第6天。马英九文教基金会作为台湾的邀请方，陪伴大陆师生们展开了丰富多彩的交流活动。今天下午，访问团在马英九的陪同下参访了东华大学，并与东华大学师生座谈交流。值得一提的是，这是马英九连续4天陪同大陆高校师生团走访的第4所台湾高校。继17号下午参访台湾政治大学，18号上午参访中国文化大学，19号上午参访台湾大学。今天下午，大陆师生访问团来到了台湾东华大学。这也是我们这一趟这4所交流的大学中最后1所。那我想大陆同学在过去3天跟3所台湾的大学交流之后，也很期待到花莲来跟这个东华大学的同学有进一步的交流。位于花莲的东华大学创立于1994年，是台东首座综合大学，占地261公顷，有台湾后花园之称。参访团到东华大学后，直接前往图书馆，校方详尽地介绍东华大学校史与特色，包括东华大学师生朗朗上口的东华3宝、环景志、兽草及野兔，十分有趣。随后，参访团又来到了东华大学的艺术。
访问团师生与东华大学师生进行大合照留念，随即进入会场进行舞蹈艺术交流。来自北京大学的学生张玉婷为在场的两岸师生表演了名为《天涯共此时》的舞蹈。张玉婷说，她知道台湾同学也要学习古典诗词，她相信在古典文化的熏陶下，彼此能共创更加美好的明天。希望以后我们这段旅行结束之后，在回忆起这段旅行的这个时候，我们也是望着明月，然后回忆起这段时间的点点滴滴，也是会非常非常的温暖。因为在这段时间当中，其实我们的日常相处是很愉快、很享受的。大家也都非常照顾我们，然后我们也和一起参访的陪伴我们的同学，各个学校的同学也建立了一定的深厚的联系。有看到东华大学这边实际上对科技和追求卓越是有一个很高的一个目标的。那么这也正好与我们现在大陆青年同学们所想去追求的一个目标也是一致的。实际上呢，也都是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去努力奋斗。大陆师生团来台第6天，今天来到了东台湾的花莲，下午到了东华大学交流。今天比较特别是晚上，马英九当起了地陪，带陆生到花莲著名的东大门夜市，品尝道地的台湾小吃，在花莲刮起了一阵旋风。不少陆生跟我们交流的时候也表示，非常期待这一次台湾夜市舌尖上的体验。在东大门福厅夜市，马英九和访问团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马英九更是秒变人形立牌，前来求合影留念的民众络绎不绝。访问团的师生们也品尝到了地道的台湾夜市美食。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马英九访问大陆期间，他就曾带着大九学堂的学生前往太平街口体验长沙夜市，并受到了长沙市民的热烈欢迎。大陆师生访问团行程过半，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肖旭曾近日表示，陆生们目前的台湾行收获丰富，有很多第一次的体验，到各地都受到了台湾民众的温暖欢迎，这些都是大陆同学感受最深刻的。我觉得效果超过我们的预期。那这次陆生回访达到了一个很好的两岸互相交流、互相回访的这样的一个开始。我希望这个只是一个开始，未来能够常态化，每年都会有大陆的同学来台湾来交流。此前有访问团成员提到两岸同根同源，遭到民进党籍民意代表赖瑞隆批评是统战团。对此，国民党台北市民意代表旭曾也在20号的采访中再次表示，希望蔡英文政府不要再用统战等政治性的语言攻击这些陆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希望这个蔡英文政府不要再用这些政治性的语言，什么统战什么之